为什么工作难找，就业难，到底难在哪里？问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有下课10分钟吗？这并不是为了学生休闲，每40到50分钟一节课，正好是成年工人集中注意力的极限。中间的10分钟休息是模仿工厂工人喝水、排队上厕所，以便下一轮继续高效的工作。19世纪为了适应工业化的需要，把工厂效率概念引入了学校。可是学校不应该是学习知识，为什么反而是像工厂呢？请问，如果一个孩子成绩很差，我们会怎么骂呢？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工作的，去拧螺丝吧，去送外卖吧。你瞧，我们潜意识里早就默认教育的终点是就业。在工业化初期，教育并不是为了知识或者是全面发展，它的底层逻辑是把孩子训练成未来可以被雇佣的人，守时听从指令，在固定时间内完成指定的任务。因为工业化需要大量能够被组织、被调度的劳动力，而在农业社会，底层普通人是根本不需要学习的，知识本身是垄断的。比如说是古代的私塾，是有经济门槛的呀，谁家普通孩子能够去上私塾啊？忙着解决温饱问题都来不及呢。知识是昂贵的奢侈品。那么为什么后来学校就开始普及，人人都要去读书了呢？因为工业化带来的不是小作坊，而是庞大的工厂和公司。我们需要的是数量庞大的标准化劳动力，于是学校就成了训练营，守时听从指令，在固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在学校一遍一遍的演练，就是日后能够顺利进入工厂和办公室，成为工业社会里的一颗标准螺丝钉。当然，这并非是所有国家所独有的，而是所有经历过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走过的阶段。今天我们很多人特别羡慕西方教育的所谓人性化，其实西方教育也是走过漫长的标准化阶段的。19世纪的普鲁士学校就是现代公共教育的模板，打铃排队，统一课程，严守纪律，目标就是培养可靠的工厂劳动力嘛。美国在20世纪初也几乎是原封不动的从普鲁士搬来了这种工厂式学校。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学教育同样是强调守时和服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更是把教育当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工具，军事化的管理。只是后来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向了服务和创新，教育才慢慢开始走向个性化。可是问题来了，既然现代学校原本就是为了工作培养人的，那今天为什么找工作越来越难呢？为什么那一套读书拿学历进工厂或者大公司的路径，怎么突然开始失灵了呢？过去的逻辑是很简单的，社会需要 X 类标准化的岗位，那么教育系统就批量生产 X 类标准化的毕业生，一一对应。现在的现实完全是变了，经济创造的是 A、B、C 类新的岗位，而教育系统仍然在大量生产 X、Y、Z 类的毕业生。结果就是企业喊着招不到合适的人，毕业生喊着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两边都很焦虑。那如果只是岗位和人才不匹配，那我们再调调专业，学点新的技术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依然这么多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呢？因为这不仅是错配这么简单，企业的用工逻辑也彻底变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不愿意再去签长期的合同，而是把用工给外包出去。劳务派遣公司就是这种变化下的产物嘛。劳务派遣的员工其实是租给企业干活的，不过平台经济连劳务派遣这种中介公司它都不需要了，直接把人和任务来给对接了。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直播带货等等，这背后是没有雇佣关系的，没有五险一金的，年假和加班费也是没有的。这类收入在税务上只是劳务报酬，而非工资薪金所得。这种被经济学家称为零工经济。欧美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它就出现了。不过今天我们的平台经济也来得更加彻底了，而这只是第一波的浪潮，下一波正是由人工智能所推动的。但是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我们今天就不再做展开了。
当工作被切碎成一单单的任务，企业还能像过去那样子花时间去培养一个10年以上的老员工吗？显然是不行的。关键就在这里，私企不再愿意养人了。过去企业招你是想一起干个10年、20年，企业负责培训，老板还要琢磨怎么去留人，去搞企业文化，去做归属感。现在更像是临时拼车，拉你上车，干完一个活就散吧，不干活那就一边待着凉快去吧。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时代的反转。90年代的热门词是下海，体制内的人嫌铁饭碗太小，赚钱太少，依然跳进了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海。而今天却是反过来了，热门词是上岸，成了新的安全感，考公考编进体制，成了对抗不确定性的避风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王富贵的父亲是银行系统的，在同等学历下，王富贵是不是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加容易被录取呢？而且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原因是很简单的，他们对这个系统的规则、节奏、潜在的机会更加熟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称之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有看不见的关系网络、说话方式、判断标准。这些资本在无形当中让某些家庭的孩子的起跑线更加靠前。所以你常常会看到一家人都在同一个行业扎根的现象是越来越普遍了。医疗系统的孩子去医疗系统，金融系统的孩子去金融系统，明星的孩子成为星二代。代际之间就形成了一层隐形的护城河，别人是第一次闯关，他们是家族版的老玩家了。你可能会问，这样公平吗？很难简单的说公平或者是不公平，它合法、公开又合规，又是让机会在代际之间慢慢的倾斜。在社会学上，这个就被称为阶层固化，这也就让就业难就多了一层隐形的门槛嘛。稳定的铁饭碗背后隐藏的信息差，从该考什么证书，从专业对口哪个岗位，从哪个系统招聘的节奏，很多的都是圈内人口传心授的嘛。这就是张雪峰为什么能火的原因嘛。他只不过是把原本在小范围流传的信息拆开来讲给普通家庭听了嘛。但是这种信息吧，只适合小范围的分享，一旦扩散到大众的层面，表达就需要更加的慎重了。要做意见领袖，不只是有专业的知识，还要对社会、历史和政治有深度的理解，政治的悟性还有提升的空间。当然，这类信息和技巧是能够帮到一部分少走弯路，但是就业的难不只是志愿怎么填、专业怎么选这么简单的，而是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这是所有参与全球化、完成工业化国家都逃不开的宿命。人口红利用尽了，产业链外迁了，工厂岗位减少了，经济增速放缓了，新的岗位倒是层出不穷，但是需要更高的门槛和全新的技能。时代已经换了，可是我们是不是还在按老的游戏规则往前跑呢？读好书，进大厂，拿高薪，这个逻辑去理解一个已经变形的世界呢？过去是制造业兜底，解决了海量的就业，而今天制造业的岗位在缩减，产业链在外移，学校还在批量生产白领，未来还将生产大批量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白领。很多毕业生拿着学历在写字楼和求职大军里是卷来卷去的。与此同时，工厂的高技能岗位、技工的工位却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就业市场就呈现出了一种错位，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我们正站在这个时代的断层之上，旧地图已经无法去指引新的航路了，抱怨躺平也不是出路，那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说认命吧。那对个人而言，真正的出路是在于我们必须停止将自己视为被等待雇佣的标准件，而是转身为能够主动创造价值的乐高配件。什么意思呢？螺丝钉只能是被固定在一个位置的，一旦机器停转，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嘛。
而乐高配件它是不同的，它可以灵活的拼接，自由的组合，能够被装进不同的系统，也能够自己打出新的结构嘛。这就是新时代的职场逻辑，不再是被动等待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不断的积累自己可组合的能力，把知识、经验、技能、人脉变成一种模块，能够单独的成型，也能与不同的项目、团队、平台高效的对接。讲一个笑话，有个被裁员的中年人去应聘，面试官问他：“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他挺自信的回答：“我有20年的工作经验。”面试官又问：“你是一个经验用了20年，还是20年里积累了很多新的经验呢？”很多人以为工资是用来交换时间的，其实不是，工资从来不是出卖时间的回报，而是你创造价值的分红。有人可能就会反驳我，那在私企是这样子，可是在体制内国企是不一样的吧？照样有混日子的吧？我看未必，现在的国企竞争是一点都不轻松的，我认识的几个朋友都是卷起来比私企还要狠的。说到底，无论是体制内和外，能够留下来的都是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人。好了，讲的是有点多了，做一个总结吧。在工业时代，时间是等于产出的，只要坐在工位上面，机器就能够继续去运转嘛。那个时候讲的是螺丝钉精神，标准化、可靠、可替换。但是在今天，要学会做乐高配件，能拼、能拆、能重组，随着环境变化，不断组合出新的价值。所以，与其焦虑有没有工作，不如反问自己：我能为谁创造什么价值？我能够在系统里成为不可替代的乐高配件吗？好了，我说完了，再见。文字版在书房了。